哎，大家好，我小胖啊，这个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给大家整个行程啊，就是我整一路的那个路线。其实，刚才大家片头也看到了，哇，军用直升机啊，哇，军用直升机，哇，这样一下，芭提雅什么时候有军用直升机了？啊，打断一下。然后呢，刚才大家前面的那个图，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的整个行车路线啊。这一次呢，上面写了3700多公里，其实不止，其实应该走了4500公里左右。那么我给大家一一讲一下。我们第一站呢，从芭提雅出发，芭提雅出发以后呢，我们直接到了安帕瓦水上市场，丹嫩沙多就是龙仔错府，就龙仔错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安帕瓦和丹嫩沙多待了一天。其实那一天呢比较运气不好，我们去的是礼拜四。其实安帕瓦水上市场应该是周末去的，那也没有办法，因为后面赶行程嘛。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先去了安帕瓦水上市场，然后第二天早上下午我们应该先去了美工铁道，然后去了安帕瓦水上市场，最后第二天我们去了丹嫩沙多啊。然后再往下走，我们是到了春蓬府。春蓬府的话，我们只是过渡了一下，因为春蓬有榴莲。虽然说榴莲现在不是当季的，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个点。说到春蓬，我一定要说榴莲。榴莲在泰国只有2个府有，一个叫坚珠文府，一个叫春蓬府。不要大家的印象中一直觉得，哎，泰国产榴莲，那泰国榴莲金枕头很好吃，不是，泰国只有这2个府是有榴莲，其他的真的不如马来西亚。大家如果真的想吃榴莲的，我建议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真的是榴莲之国，好吧？我们春蓬就过渡了一晚上，然后呢，我们就到了一路往下，又到了考拉镇。那很多人对考拉镇还是不了解。考拉镇它属于攀牙府，就这个攀牙湾。那下面呢是普吉，就考拉跟普吉不在一个地方。考拉离普吉大概还有100公里左右。那么我是为了去斯米兰，所以说我住在了考拉镇。但是没想到的一点就是，考拉镇的这个物价太夸张了。考拉镇这个物价，应该是我在泰国见过最贵的物价。它一碗那种猪肉嘎泡饭，就罗勒叶炒猪肉，它卖到120、140泰铢。一般我们在芭提雅的话就是卖60泰铢，便宜的本地人的地方卖40、50泰铢，大家可想而知。哪怕在巴东，大概也就是80泰铢左右。那么考拉镇物价非常贵。我们在考拉镇其实我们住了3天，为什么住3天呢？有一天我去潜水了，大家也看到了，我去斯米兰群岛潜水，但是因为我只潜1天，所以我没有去外岛。如果大家想去斯米兰潜水的，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船速。船速大家可以去选很多船，好的船跟差的船，这个还是那句话，1分价钱1分货，大家自己去看仔细。然后再后面一天呢，我们去了那个斯米兰群岛，包括4号岛呀、8号岛呀，也在8号岛登了岛了。斯米兰呢，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大家住在普吉，带上小孩去斯米兰呢是非常折腾的。斯米兰这个地方，我一直建议就是你在考拉镇上早上能多睡1小时。如果你住在普吉的，你可能早上5点半、6点钟你就要出发了，然后开1个多小时，然后开到考拉镇的那个码头。所以一般来说，带小孩、带老人，我是不建议这么走的。而且它中间从上船到斯米兰大概要开1个半小时的时间。那很多我们那一船的80%的人，所有的小孩加上80%的成年人，基本上都吐了。所以大家做好这个行程，如果真的想玩了美的，整个攀牙府其实还有个地方很小众，叫苏林岛。所以大家可以住在考拉镇，然后在考拉码头，它有2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去斯米兰群岛，另外一个叫苏林岛。那么斯米兰群岛是非常大，包括苏林岛，它也是只是开放半年的。然后我们结束了斯米兰的行程以后，我们就一路往下。我们呢本来是想在甲米或者董里去住1晚的，然后呢去洛克岛。然后后来一想，斯米兰都看过了，对吧？那对海岛实际上是有点抵触了，所以我们就到了和爱。到了和爱以后，就品尝了和爱的美食，走到了最南边。但是我没有走北大年啊那些比较危险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府，我就在和爱等于说住了1晚，住了2晚去吃点东西，然后我们就一路北上。开始返回，北上返回的时候，我们到了苏勒塔尼。苏勒塔尼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应该很熟，它最有名的就是潘岸岛、涛岛和苏梅岛，对吧？当然我们也是过渡1晚上，没有上岛，因为上岛的话，整个费用啊、行程啊，
都会相对比较大。我打算下一次单独去潘安岛，我去涛岛潜水的时候，甚至去苏梅岛，我去单独待个7天，待个10天，这样整个苏梅岛才能走完。如果说只是去1天2天的，其实领略不到苏梅的美。然后我们再一路北上，我们在北上的时候呢，路过了春蓬，因为我们前面在春蓬待过，所以我在想，是换个地方待。但是好巧不巧，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班乌里府，就是巴蜀。那个夜市是我在泰国见过最好的夜市，而且性价比最高的夜市。它整个夜市大概有个2-3公里长，是沿着海边的，可能只有周末有啊，因为那天我去的时候刚好是礼拜六，可能只有周末有。这个没法考证它平时有没有，但是那个地方是真的很漂亮，作为一个中途的一个休息点。如果大家不想去春蓬玩的，我不建议住春蓬，其实可以住在班乌里府。那班乌里府在哪里呢？春蓬跟华欣的中间，所以它这个位置非常好，你可以玩华欣、班乌里加春蓬3个地方一直玩。那春蓬还有一个叫春蓬国家公园，它是在海边的，有悬崖的，所以真正如果说大家可以来游玩华欣的，我觉得7天时间是可以华欣、班乌里、春蓬这样玩。会比较合适点。然后我们结束了班乌里的行程，我们就到了北壁府。那北壁府呢，泰文叫甘炸那布里。那么北壁府它是一个非常的，基本上所有好的酒店就是在贵河边上。那我这次没有住市区，我是住在山里面，大家也看到了。我住的是水屋，早上还有漂流，类似于就国内那种小桂林的感觉。那么我们住了1晚以后，第2天就启程。启程以后，我们是走了全泰国还没到最恶心的路。因为它从北壁府，其实我是到美索，但其实中间可以直插过去，但是导航没有路，必须再从北壁府出来往曼谷那边到来新府再绕进去。那天我记得我开了9个小时，其实当时按照地图来看，最多也就200公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北壁府到那个美索，它竟然是没有路的，这个很奇怪。然后我们就到了臭名昭著的美索。到了美索，其实我美索待了2天。美索我去看了一下边境，然后去隔岸去看了一下缅甸的 KK 园区，看了妙瓦底，我要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也在那边进行了一个直播。其实刚刚进美索的时候呢，心里还是忐忑的。我实话实说，不可能不忐忑。但是真的，当我从美索走出来以后，我就在说，其实也就这样，对吧？这个也没有夸张到这地步。很多的可能说，什么幸存者偏差，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讨论就是旅游。我觉得只要你作为一个游客，只要你作为一个正常人，对吧？我认为是不大有问题的。最有问题的是什么呢？你相信一些人，你相信身边的人，甚至说你相信一些陌生的同胞，然后导致被骗过去或怎么样，这个是有的。但是你做好自己，你来旅游的，你不跟外界接触也没关系。就像很多群友说的，可能我长得像泰国人，所以说缅甸人不敢来怎么样。我们结束了美索行程，就到了最恶心的路了，就是到叶风颂。其实大家很多人在说，从清迈到拜县700多个弯已经快吐了。您知道吗？你们肯定没走过，从美索到拜县，我开了9个小时，起码3500个弯，一点都不夸张，3500个弯绝对是清迈到拜县的5倍都不止。那一路全是盘山公路，车很少。500多公里的盘山公路，然后我们就到了叶风颂。那叶风颂这个地方很多人可能也没有概念。那么叶风颂其实它边上最有名的叫拜县，拜县它就在叶风颂。叶风颂附近有很多的当年的一个类似于华人村啊，然后自然风光呀，包括很多的溶洞啊，这个就是叶风颂的魅力。它其实整个叶风颂和拜县，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比清迈有意思的。好，我们其实我路过拜县了，我们就从叶风颂一路开到了清迈。我们在清迈过的年，清迈过年，其实在清迈是属于一个休整，基本上就去吃喝，因为清迈好好说，清迈的中餐啊，清迈的各种好玩的地方其实蛮多的，但是比较适合类似于安静旅游的。如果大家想去清迈说什么我去泡吧的这种，大家就别想了。清迈泡吧怎么泡？只有几个大家好说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去泡吧没有问题。你想在清迈发生一点英语，这个我好好说，你泰语不过关几乎不可能，连英语好都没有用。清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去看了双龙寺，我们也进了登高，我们也看了清迈先生的评比，我们也去了唐人街啊。整个清迈的行程走完以后，我们就去了清莱。清莱我待了2天。第一天呢，我们去看了最有名的白庙啊、蓝庙啊，甚至清迈的那个清莱的整个夜市。因为清莱的话也是属于比较一个小众的地方。然后结束了这个第一天以后呢，我们第2天我们就去了金三角。金三角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叫清盛。我们去完清盛以后，坐船到了缅甸，到了老挝，我还上了老挝，大家视频中看到。然后整一个把金三角的一个故事，把当年一个
我觉得算比较震惊吧。我整个金三角的一个历史脉络给大家大概的整理一下，那中间可能有说了不对的地方。那么把金三角整完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清莱休整。清莱休整以后呢，本来想清莱一路回芭提雅，但发现路途实在是有点遥远，所以我们刚好到了曼谷和清迈的中间，有个地方叫彭施洛和素可泰的地方，它是一个素可泰王朝，属于泰国第一个王朝。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中国的秦朝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它是第一个完整的一个王朝，一个素可泰王朝，虽然说只有200多年，它一个整个素可泰的一个遗迹，包括一个彭施洛当时的一个都城，所以我们整一个行程是到那边做了一个歇脚，然后我们就一路返回了芭提雅。本来呢，我是计划着在视频最后结尾也说到曼谷的，为什么呢？我们想到曼谷去拍一下那个类似于朱拉隆功后面夜市的很多米其林好吃的东西，那我想还是下一次吧，因为这次好像感觉身边的一些小伙伴啊怎么样都好像有点乏了，那也有些要回国赶时间，所以我们就一路回到了芭提雅。其实我们整套行程出发一共有7个人，其实大家视频看到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我们有7个人，然后走到最后没锁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了。然后中途大家散的散，聚的聚，然后最后到清迈的话，我们又回到了5个人。然后当我们去金三角回来的时候，最后只有3个人。所以整一个行程我们是拼拼合合，因为很多的小伙伴假期不一样，然后玩的点也不一样，包括去美索这种地方也不是每个人敢去的啊。那最终就是我整完了整个行程。那整个行程呢，我走了将近25天的时间。那么，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感兴趣的，可以去单独。对某一个地方感兴趣，大家可以单独的去搜我那个视频。那我在我的主页的右上角，你们打上那个地址，基本上就能搜出来。那小胖作为一些攻略型博主，我就希望在怎么说呢？在我在泰国这段时间，我把整个泰国走完。对吧？整个泰国走完，可能中国我还没走完，但是泰国一共77个府，我是想全部走完的。这次整个行程，包括我以前去过的，我应该是去了已经有50多个府了，那还差20多个府没有去。那么是哪里呢？就是伊散地区，就是泰国的东北部，就是甚至很多芭提雅的职业工作者，一些泰妹啊怎么样，他们来的地方。那么很多人对伊散这个没有概念，其实我说比较有名的地方，大家应该知道，朗开府、乌龙塔尼、孔敬，包括我上次去的武里南，对吧？武里南，包括树林、纳空、帕农、穆达汉、乌文府，整一个就想把那一片什么焦拉信、猜野棚，我想把整一个那个泰国东北部，也是泰国的农业之都，也是类似于泰国相对经济条件最差的地方，然后去走一遍。那当然那次行程，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带一个泰国人走，因为那边的话，它的语言也不一样的，因为伊散话类似于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广东话吧，它和真正的曼谷话或者说泰国普通话还是有区别的。那如果说有机会，我想顺便从老挝走一圈。那么为什么呢？从穆达汉那边可以走沙湾纳吉，沙湾纳吉绕一圈开车，因为我车可以办一个汽车护照，这个我回头的攻略给大家做，我什么时候去办个汽车护照，然后再从朗开府、万象、万荣这样回来。那这样的话，顺便我们走伊散地区的时候，顺便能把老挝走完。我的计划呢也是将近1个月时间。那么老挝待个10来天，因为老挝是落地签嘛，然后再这样回来。因为上次在白庙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从老挝回来，也给了我一个大量的攻略。然后在这里其实也认识很多老挝的朋友，那么他们也会给我攻略。这样的话，我就会把整一个泰国给走完，这也是我在泰国的梦想。那我还是那句话，我在泰国能待多久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觉得在6月份之前，我一定能把整个泰国给走完。对吧？这也算完成了我的梦想。我到泰国来就是潜水，走完泰国，做自媒体日更，每天不断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初心。不管我在这里怎么样，不管我的视频做了好不好，不管有没有人看，对吧？至少我觉得我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我满足了自己就可以了。好吧，这个至于各位观众提的意见，我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希望视频做短一点怎么样？但是没有办法，我想把视频做了长，我甚至想做到20分钟以上，对吧？当我们泰国走完以后，我们下一站在哪里不知道。人最大的魅力，我以前跟大家说了，就是未知，对吧？我们到底会去哪里不知道，走一天算一天。你可以说难听点是流浪，可以说的好听点就是我在浪迹天涯，好吧？各位，拜拜，感谢。